刘大伯今年65岁，退休在家享清福。他有个20年不变的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时，一定会顺道买2根油条配一杯豆浆当早餐。他觉得这滋味好，吃了还省事，天天乐此不疲。但是最近刘大伯去体检，医生却敲响了警钟，他的血管年龄超标了，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就像老旧的水管里结了厚厚的水垢。医生仔细了解了他的饮食习惯后，严肃地告诉他，他现在的血管问题和天天早餐吃油炸食品关系极大，长此以往，血管真的吃不消。听到这里，刘大伯大吃一惊，怎么也没想到，早餐爱吃的油条竟然也能害血管变硬。他本以为血管硬化是年纪大了不得不服老，或者最多怪自己晚饭爱吃肥肉，怎么现在连早餐都有问题？难道早上的一顿小小早餐竟有这么大威力吗？油条这么好吃的东西真能害人？面对他的疑问，医生只是笑了笑，让他回去好好反省自己的早餐习惯。刘大伯走出医院，一边琢磨一边嘀咕着，难道真是我的早餐出了问题？其实不只是他，我们很多人每天早上都在不经意间伤害自己的血管。最近，日本的一项研究更是把早餐习惯跟血管硬化联系到了一起，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血管变硬，问题竟然出在早餐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血管变硬。打个比方，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像橡皮水管，年轻健康时又有弹性又柔韧，随着心脏每一下跳动，血管也能弹性扩张紧缩，把血液顺利输送到全身。但是如果血管变硬了，就好比橡皮管子老化成了脆硬的塑料管，失去弹性，一挤压就容易裂。血液本来该顺畅流动，现在在硬邦邦的血管里阻力大增，血管壁还可能沉积了一层水垢似的东西，也就是胆固醇斑块和钙化物质，把管腔越堵越窄。如此一来，血压会升高，心脏需要更大力气才能把血液冲过狭窄的通道。长期高血压反过来又进一步损伤血管壁，让它更硬更狭窄。最可怕的是，血管里那些水垢斑块一旦脱落，可能像小石子一样堵在血管要道上，诱发心肌梗死或中风等致命事件。简而言之，血管硬化就像身体内部的铁管锈蚀，让我们的生命管道变得脆弱又危险。听起来挺吓人吧？那么血管为什么会变硬呢？很多人都知道，常年吃的油腻、胆固醇高是主因之一，再加上年龄增长，新陈代谢变慢，运动又少，血管就容易逐渐硬化。遗传因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也会加速这个过程。所以以前我们都觉得血管硬化是个富贵病，也是老年病，跟年轻人和日常习惯关系不大。然而最近科学界开始发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其实可能对血管健康有着出人意料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我们每天的第一餐早餐。俗话早就说过，早饭要吃好，古人也早有提醒。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告诉我们，饮食要有节制，起居要有规律。不光中国古人这么说，西方也有句谚语说，早餐要吃得像国王，午餐像王子，晚餐像乞丐。可见古今中外都认可早餐的重要。然而现代生活节奏快，许多人要么干脆不吃早餐，要么随便糊弄几口，根本谈不上营养均衡。早餐没吃对，难道真会让血管变硬吗？日本学者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番研究，结果令人震惊。日本有一项针对2万名2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发现经常不吃早餐的人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等心血管问题。也就是说，即便把其他因素都考虑进去，不吃早餐本身就和血管硬化有着密切联系。这项研究对糖尿病患者的提醒尤为强烈。本来糖尿病人的血管就比较脆弱，如果早上还空着肚子挨饿，可能导致血糖难以控制，更容易引发血管损伤和硬化。不只是糖尿病患者，普通人身上也能看到相似规律。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长达近20年的跟踪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研究人员追踪了6500多名40到75岁的成年人，整整观察了18年之久。在排除其他变量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差异：从不吃早餐的人因心脏病或中风等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风险，居然比每天吃早餐的人高出了将近80%。此外，不吃早餐者的总体死亡风险也比每日吃早餐者高出了约2%，8%和2%，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研究者因此强调，早餐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事，它还是维护心血管健康和降低疾病风险的一个简单而关键的环节。想想看，一顿早餐竟能和生死存亡扯上如此大的关联，真是让人不得不重视。日常的检查也发现，不吃早餐或随便吃一点的人，他们的动脉血管弹性明显较差，硬化的迹象更多。换句话说，经常空着肚子开始一天的人，血管状况看起来就比同龄的早餐族更加未老先衰。反，每天按时吃营养早餐的人，血管年龄往往更年轻。有专家总结说，不吃早餐已被证明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也就是说，哪怕不考虑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光是早餐这件事就足以对血管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不吃早餐怎么就把血管害得这么惨？不就是少吃一顿饭吗？至于吗？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24小时运转的机器，夜里睡觉时虽然人在休息，但心脏还在跳动，呼吸继续，身体各器官都在偷偷耗能。到早上起床时，已经经历了一整夜的断食，身体急需能量来补充，早餐就是给机器加油。如果这时候缺了这一桶油，身体只能硬撑。一些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皮质醇可能会上升，促使血压、血糖升高，好让你勉强有点力气行动。但这种应激反应每天出现，长期下来对血管就是一种负担。就像公司运营突然断了现金流，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勉强支撑。短时间可以，长期这么折腾，整个系统肯定出毛病。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道理，老是处于这种应急状态，血管哪里吃得消？同时，空腹时间过长也会让血液变粘稠，容易形成小血栓。此外，不吃早餐的人往往在午餐或晚餐时更饿，可能一不小心就吃过量，摄入过多热量和脂肪，加重肥胖和血脂异常，对血管更是不利。另外，不吃早餐还容易让人发胖，减肥不成反而增加体重，因为挨饿过后往往吃得更多。另外，近年来流行的间歇性断食减肥法鼓吹不吃早餐，但医生提醒，这并非适合所有人，普通人盲目效仿可能弊大于利。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一位同事小王，长期不吃早餐想减肥，结果有天上午开会，突然觉得眼冒金星，冷汗直冒，差点晕倒。当时吓得同事们赶紧扶住他，拿糖水给他喝。他缓过来后，自己也后怕不已，连声说看来早餐不能再不吃了。事后医生检查发现，他就是低血糖发作再加血压波动，都是饿出来的毛病。小王从此痛定思痛，发誓改掉这个坏习惯。还有研究发现，吃早餐的时间也有讲究，如果拖到上午9点之后才吃，比起在8点前就吃完早餐的人，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将近60%。这可能是因为晚吃早餐实际上等于更长时间的空腹，导致胰岛素、血糖调节受到影响，所以早餐最好不要太晚，更不能不吃。另外，起床后先喝一杯温开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让身体充分醒来迎接早餐。说完了不吃早餐的坏处，那吃错早餐又会怎样让血管变硬呢？回到开头刘大伯的例子，他天天的油条豆浆就是典型的高油高脂早餐。像这样的早餐类型还真不少。我们身边常见的几种早餐搭配，如果吃不好，真的潜藏着伤害血管的风险，现实中也确有其事。前阵子新闻就报道，一位不到40岁的上班族因长期爱吃油炸早餐，结果血管年龄严重超标，险些引发心血管意外。听起来触目惊心吧？所以我们得特别当心以下这些早餐地雷。首先，高油脂油炸类早餐绝对榜上有名，典型代表就是刚提到的油条、油饼、炸糕这类油炸食品。它们在高温油锅里泡过，外酥里软，确实好吃。
可往往含有大量油脂和热量。更糟的是，不少街边摊用的油还是反复煎炸多次的老油，其中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例如反式脂肪酸、丙烯酰胺、多环芳烃等等。长期吃这些，血管真的会叫苦连天。偶尔吃一次解解馋倒也问题不大，但要是天天这么吃，你的血管迟早要闹脾气。过多的油脂会提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让脂肪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同时，反式脂肪等也会引起血管发炎，损伤血管内皮，时间一长，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风险直线上升不说，甚至还可能增加致癌风险。第二类，高糖高淀粉的精致碳水早餐也容易让血管不堪重负。这类早餐在咱们国人里很常见，例如白米粥配大馒头、各种白面包、蛋糕、甜甜圈当早餐。乍一看挺有饱腹感，可问题在于它们缺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大部分成分都是精致淀粉和糖分。吃下去后血糖会迅速上升，身体为了应对会分泌大量胰岛素，把血糖猛地拉下来。这样血糖的大起大落既伤身又使人容易饿，没多久你又觉得没劲儿，可能忍不住再吃点零食补充。更糟的是，这些多余的糖最后会转化成脂肪堆在体内，引发肥胖和血脂升高，高血脂又会直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天天把甜甜圈和奶茶当早餐，不出几年，血管里恐怕早已糖浆横流，出问题也就不奇怪了。所以每天拿甜甜的面包、蛋糕当早餐，或者光喝甜粥、吃大饼，长期下来，血管恐怕要变成甜黏性病温床了。甜食带来的快乐也许是一时的，对血管的伤害却可能是长久的，大家可得悠着点啊。第三类，过咸的早餐也要当心。有人早上喜欢就着咸菜喝稀饭，或者吃培根火腿配面包，这些腌制食品、加工肉制品含盐量往往极高，早上一顿下去，钠摄入直接爆表。钠盐多了会导致血压升高，短期内血管壁承受更大的压力，长期还会使血管壁的平滑肌变厚，弹性变差，促进硬化。高盐饮食本身就是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风险因素之一。说白了，盐吃多了，血管也会像腌过一样变硬变脆。不仅如此，咸菜这类腌制食物里可能含有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经常吃对健康也不利。所以高盐的早餐搭配，比如咸鸭蛋配白粥、榨菜配面条，还是悠着点吃，偶尔解解馋可以，千万别天天来。再来说说还有一类容易被忽视的早餐问题，那就是营养过于单一。很多上班族图省事，早上随手抓个面包或只喝杯咖啡就出门了，或者觉得牛奶加鸡蛋已经很营养就够了。其实如果早餐只有一两样东西，缺乏多样搭配，营养很难全面。拿牛奶和鸡蛋这个组合来说，它固然提供蛋白质和钙，但缺少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早上身体急需碳水提供能量，如果没有主食垫底，身体可能会把宝贵的蛋白质拿去当燃料烧，造成营养浪费。另外，只喝牛奶吃鸡蛋，有些人反而会因为胃酸分泌过多而感到不适。至于光啃面包喝咖啡，问题在于缺少优质蛋白和维生素，咖啡因还会影响钙的吸收，长期如此，骨质健康可能受影响。所以千万别指望一杯咖啡配块面包就解决战斗，也别老是只喝粥配咸菜，或者每天吃同样的东西。早餐过于单调，营养不均衡，身体肯定会抱怨。最后，我还要点名一种不良早餐习惯，就是拿隔夜剩饭菜当早餐。很多节俭的家庭不浪费食物，头天晚餐的剩菜留到第二天早上热一下接着吃。虽说勤俭节约是美德，但从健康角度看，隔夜菜并不适合作为经常的早餐。首先，保存不当的剩菜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肠胃问题。其次，一些蔬菜隔夜后可能产生较多亚硝酸盐，增加致癌风险。而且晚餐剩的多半是荤菜，油盐含量都不低，早上吃太油太咸，对刚苏醒的肠胃和血管来说都不是个温和的开始。所以还是尽量吃新鲜现做的早餐，实在要吃剩菜，也要注意保存和充分加热。
并搭配些清淡食物平衡一下。我们的肚子可不是垃圾桶，还是尽量给它新鲜干净的食物吧。说了这么多，那早餐到底该怎么吃才健康呢？别急，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们的建议，给大家几条简单实用的指南。首先，最重要的原则是，早餐一定要吃，不能不吃，而且最好起床后1个小时内就吃完，不要拖太久。早上吃了早餐，身体才知道新的一天开始运转，可以更好的调节代谢。要知道，清晨阶段是代谢最活跃的时候，此时吃进去的营养更容易被充分利用。如果空腹错过了，反而浪费了人体最佳的黄金加油时段。很多人减肥或者赶时间，就干脆不吃早餐，但最后往往适得其反，对健康弊大于利。顺带一提，长期不吃早餐对胆囊也很不友好。有医生总结，不吃早餐可能引发一连串的病变。首先，胆汁浓缩形成结石，进一步发展会引起胆囊炎，最终甚至增加胆囊癌风险。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但也从侧面印证了每天吃早餐的重要性。第二，早餐要注意搭配均衡，既要有碳水化合物，也要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简单来说，可以遵循一个早餐平衡公式：碳水化合物加液体蛋白加固体蛋白加新鲜蔬果。听起来有点学术，其实很简单。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碳水化合物，可以是谷物主食，比如全麦面包、燕麦粥、杂粮粥、玉米或者红薯。液体蛋白呢，就是牛奶、酸奶、豆浆这类可以喝的乳制品或豆制品。固体蛋白则指鸡蛋、瘦肉、鱼、豆腐干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新鲜蔬果就更好理解啦，各种蔬菜水果都算，比如西红柿、生菜、苹果、香蕉等等。每次早餐尽量从这4类里选择食物搭配，至少凑齐其中3类，才能保证营养丰富多元。比如你可以来碗燕麦牛奶、燕麦煮牛奶，加一个水煮蛋，再啃个苹果，或者来份全麦三明治，夹鸡胸肉，配杯豆浆，再加1小碟凉拌黄瓜。中式的也行，比如来碗杂粮粥，配一张鸡蛋饼，再加点凉拌海带丝，外加一杯牛奶。当然不必每样都吃很多，少量多样即可。这样组合起来的一餐，才能真正做到既有能量又有营养，让身体各部件都吃得开心，血管自然也跟着满意。此外，有些食物特别适合在早餐食用，来养护血管。例如燕麦富含的可溶性纤维，有助降低胆固醇；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益心脏和血管健康。再比如香蕉和橙子等富含钾的水果，可以帮助控制血压。莓果和绿茶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减少血管发炎。适当将它们加入早餐菜单，会让你的血管更感激哦。第三，少油少盐少糖是总的原则。早餐口味清淡一些，其实更符合人体刚睡醒时的需要。太油腻会加重晨间心脏负担，太咸会让刚起床本就偏高的血压雪上加霜，过甜则容易造成血糖骤升后急剧下跌，让你整个上午没精神。很多人爱喝甜豆浆、奶茶当早餐饮料，或者吃巧克力麦片、裹满糖浆的松饼，这些都属于隐形高糖高热量早餐，不宜经常食用。可以选择原味豆浆或牛奶，加一点点蜂蜜调味。麦片尽量选择无糖的，可以加些水果提升甜味。总之，给味蕾必要的满足，但别过度纵容它。第四，吃早餐还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更不要赶着时间在路上狂奔着吃。刚才提到，吃太快对消化不利，也可能因为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吃了很多，容易不小心吃过量。而且吃太快除了消化不良，还容易呛着噎着。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不过道理差不多。营养专家建议，一顿早餐至少也得吃个15到20分钟，哪怕早起5分钟，坐下来从容地把早餐吃完，都比你一路小跑边走边啃要强。实在没时间，与其吃不健康的东西，不如带个香蕉。鸡蛋在路上先垫垫肚子，到了单位再补充其他的。总之，别委屈了你的早餐仪式感。可能有人会说，早晨我真没胃口，不想吃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可以少量多样的吃点清淡易消化的东西，比如半杯酸奶配几口麦片，或者一片全麦吐司抹点花生酱，
先唤醒一下胃肠功能，等过一阵子习惯养成了，早上就会自然而然感到饿，想吃东西了。最后，我还想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既然我们提到了日本研究，其实日本人在早餐方面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一顿典型的日式早餐，可能有米饭配烤鱼，再加一小碟纳豆和用海藻煮成的味噌汤，整体来说营养丰富且清淡。纳豆里有种物质叫纳豆激酶，据说有助于溶解血栓、软化血管。海带、紫菜等海藻富含对心血管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难怪有人说日本人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低。早餐等饮食习惯或许功不可没，我们未必要吃的那么日式，但取其精华，例如多吃富含纤维和优质蛋白的食物，确实可以让早餐更养人。讲了这么多，咱们来总结一下，血管变硬可不仅仅是岁数大的事儿，我们每天的早餐习惯就可能在悄悄影响着血管的健康。长期不吃早餐，或者早上爱吃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都会增加血管硬化的风险。相反，坚持吃一份营养均衡的早餐，控制油盐糖，讲究多样化，会让血管得到良好的养护，长远看大大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说白了，就是常说的那句话，早饭要吃好，别再亏待你的早餐了，让你的血管每天都开心的开始工作。想想看，明天早上是要继续赖床10分钟，还是起来好好吃顿早餐呢？希望每个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选择后者，毕竟与其将来花时间看病，不如现在花点时间吃饭。最后，不妨展望一下明天的早晨，当你闹钟响起，不要再贪恋那短短的10分钟懒觉，想想我们说的这些。起床后倒一杯温水，给身体润一润，然后认真准备一份健康早餐，不用太复杂，一份全麦面包夹蛋，加杯牛奶，再配个水果，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坐下来慢慢享用这顿早餐，你会发现整个上午精神都饱满了不少。你的胃在感激你，你的血管也在默默给你点赞呢。长期坚持下去，你一定会为自己的改变而高兴，因为健康带来回报实实在在，能让你远离那些本可以避免的病痛。